宫颈癌是全球妇女第4大常见癌症，它也是新加坡女性呢第10大常见癌症。但是我听说呢，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啊，真的假的？你放心啦，我已经请来专家为我们好好解释什么是子宫颈癌。大约呢有99%的子宫颈癌病例呢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HPV 造成的。那患者呢是从什么地方感染此病毒呢？子宫颈位于什么位置？癌变后又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中医可以怎么调理手术后的患者呢？还有食疗及穴位分享，你一定不想错过，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哇，Kim 姐这么有写哦，长时间没有性行为就不用担心患上子宫颈癌嘞。真的假的？哎，稍安勿躁，这只是网络迷思啊，我也不太清楚。没关系，把嘉宾请出来呢，我们就清楚了。好，欢迎妇产兼泌尿科专科中药轮医生，欢迎，要欢迎陈丽珍胡医师，欢迎你们，欢迎3位。哎，来，3位请就坐，请就坐，来请坐，来好好的来聊一聊。你好，是。哎，现在来问问2位嘉宾啦。对，问问姐妹们，如果呢你没有什么性行为的话，长时间没有性行为，就不用担心会得这个子宫颈癌。对，你们同意吗？同意这个说法吗？我不大同意，我觉得不一定，可能患上的几率比较低。OK， 不能说完全没有。我在想，它应该跟其他的癌症是差不多一样，就是不一定会有一个方式，对啊，一个方式去突然间就有癌症，是这样子吗 ？OK， 不要有压力，我们就是一个讨论，面对。对，有点压力。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就有请专家啦，问中医生啊。对，肯定是错的。一个女人如果有子宫颈，就可能有子宫颈癌。这子宫颈癌是人乳头瘤，我们叫 HPV 所造成的，它可以潜伏在你身体，以后才慢慢的盘踞在里面，才慢慢出来去咬你一口。那是不是说随时都可以发作的？没错，尤其是如果你抵抗力弱的时候。好，那我们先请医师来解释一下，到底这个子宫颈是位于人体哪一个位置，好吗？这就是女性的生殖系统，这是阴道、子宫颈、子宫、输卵管、卵巢。子宫颈这部分癌症啊或者细胞转变就在这里，问题就在子宫颈的部分，子宫的门。OK。所以这个子宫颈太松或太紧都不太好，是吗？没错，如果太松的话呢，可能容易流产或者早产；太紧的话，有可能很难怀孕，或者呢经血很难流下来。OK。哎，那医生，这个传播途径是不是就是性行为而已呢？还是99%是因为性行为，可能1%是有可能是衣服啊，或者马桶啊，或者在游泳池之类的。所以这个 HPV 感染是在女生当中很常见吗？对，50到80%的女生会得到这个 HPV 的感染，多数自己会消失，留下的可能造成问题，可能有些我们说病毒疣，可能在你的皮肤上，或者在你的阳具，或者呢阴道，有时候子宫颈的部分有可能看得到。那是什么情况下要担心说它会不会转变成癌症？如果是它延续下去，保持在里面很久的话，就可能造成这个问题，就是慢性的。慢性的，对。如果是急性的，就没有这样可能。那这个子宫颈癌的分期是怎么样？那治疗方式有哪一些？其实呢，子宫颈癌跟其他癌症有点不一样，它有一个前期 ，OK， 就是还没有变癌症的一个阶段。如果在前期治疗的话呢，就不会变癌症。OK， 我们用消融的方法 ，OK， 包括冷冻 ，OK， 用激光烧掉不正常的细胞 ，OK， 还有用一个很热的电子的东西切掉一部分。OK。这个图表里面说前期也需要切除子宫颈啊，为什么前期就要切除子宫颈？如果是在病变的第3期，比较接近癌症的第3期呢，我们就把子宫颈切掉，看那个细胞有没有在子宫我们切掉那个部分里面。如果切到的部分旁边全部都没有坏的细胞，等于整个不好的细胞已经拿掉了。就是预防的意思。没错。那医生，你把子宫颈的那个部分就是切除后，我们的子宫还可以正常
运作吗？哦，通常切了子宫颈的1个月后呢，你再检查呢，医生也不知道你有接过子宫颈，因为它复原的很好，哦，它可以复原。对，好像新的一样，所以生育什么都不会影响。多数不会。 OK，还有呢，如果是第1期的话呢，对，这是阴道，对，如果第1期的话是在子宫颈的部分，第2期到子宫的外面，第3期呢就蔓延到淋巴跟阴道，是，第4期呢通常跑到膀胱、直肠跟其他器官，包括肺啊、脑之类的东西，肝，所以这第4期了，就是末期了。末期对，没错。所以治疗方式是哪一些会比较适合？第1期呢跟第2期可以用切除、电疗、化疗。但是如果到第3期跟第4期已经太迟了，不能切除，只能化疗跟电疗了。哇，可以痊愈吗？第3期、第4期还可以吗？如果是第4期的话，只有3到48%，5年后还在生存。第1期的话呢，90多%治疗后呢还在很好的生存，是5年后。所以越早发现越好。那现在其实不是很流行哦，就有一种叫靶向治疗嘛，这个可以使用吗前期或者比较早期才可以运用。 ？OK，如果是后期的话就没有用了。 OK，哦，那其实广告回来呢，那我们也是要请医生告诉观众哈，到底是如何预防这个子宫颈癌，然后这个筛查的方式又有哪一些？对，而且呢，我们也要认识一下子宫颈癌的症状。那么别忘了，我们的中医师呢也会跟我们分享食疗，还有怎么样为患者调理的各种方式。我们回头再见。好，稍后见。欢迎仲伟良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欢迎啊！我想问一下仲医师哈，就是以中医的角度哦，这个子宫颈癌是怎么发生的？子宫颈这个部分，中医叫子门，就是子宫的大门。那最传统的说法就是，当人体的正气虚弱的时候，中医讲叫六淫邪气，其中里面的湿和热的邪气侵入到子宫门的这个地方，子门，它造成气血逆乱，就会诱发子宫颈的这个上皮增生，就会变成癌化。所以这个外邪就很像那个 HPV 的感觉。对，那什么是正气？正气就是人体的这个抵抗力，它包括免疫力，还有我们的脏腑功能的表现。另外呢，它包括我们的气血是不是充沛，就你有充足的气血，你的正气就强。OK，所以它包括3个方面。了解。那请问我们要怎样去识别这个子宫颈癌的这个症状呢？最重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阴道出血，尤其是如果你1个月来月经2、3次，或者流血流很长，也很重要的是行房过后出血。OK，因为如果子宫颈有一个瘤，阳具碰到就会出血，所以行房后流血是很重要的症状。是。然后呢，有些人是因为有一个瘤在那边，每次都阴道发炎、子宫颈发炎，很多异味、臭味的东西跑出来，也是可能的。如果一个人腹部痛啊，或者骨痛啊，或者其他地方痛，有可能已经很迟了，已经这个癌症蔓延到其他器官了。那中医啊，对于这个子宫颈癌的症状，又有哪一方面的解释？就是早期，中医认为呢，就是子门这边发生癌变的时候，它一定糜烂和增生，这样就会排出那个异常的分泌物，我们中医叫白带。那白带它有不同的颜色，可能有黑带、黄带、绿带、灰带，有异味。如果出血多呢，就叫赤带。所以早期呢，中医就叫五色带。中期或者中晚期呢，就是那个肿瘤长得越来越大，它就往子宫里跑了。中医叫石夹，就是一块坚硬像石头一个包块。这包块挤压如果过大呢，它会引起那个盆腔压迫症状，它会有腰痛、腹痛、尿频、尿急等等。那到后期呢，它就全身转移了。中医就认为是气血衰败，就一派虚弱的症状出来。那么到底是有哪一些风险的因素，让这些妇女更容易的患上子宫颈癌呢？如果一个妇女呢有很多性伴侣，有性病，有艾滋病啊，还有抽很多烟啊，或者家族很多人都有癌症，都可能增加患癌症的风险哦。OK， 了解哈。听说产后或者是月经期间哦，会更容易让邪气进入我们的身体，是真的吗？太对了，产后那个坐月期间就是子宫最弱的时候，那子门也没有完全关闭，那你来月经时子门在打开的状态，这是你外邪呢就很容易侵犯。
中医就提倡，就特别是在月经期间是杜绝这个性交的。所以是有原因的啦。对，是 OK。那其实今天晚上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曾经患上子宫颈癌的朋友到节目里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我们欢迎Shirley。欢迎你，欢迎，来，请坐，请坐来。哎，那Shirley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那当时有什么症状？其实我在2017年的时候3月头，发现的，就是每一天都有血块跑出来，而且 color 是越来越黑，而且有一些腥味的，人也会很累。OK。有一天早上睡醒的时候，睁开眼睛，整个房间在旋转。当天其实有个活动，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讲，我不能去了。然后我们的团队的领导，他就问候我，说他讲我带你去看医生，医生就讲我需要跟你马上做一个 pap smear。当我做完的时候，他就给我看那个瓶子。那个瓶子里面其实都是血块，对，他就跟我说，你的这个情形是子宫颈癌，他跟我讲要切除子宫的时候，我开始流眼泪，那时候我才42岁吧，OK，就我没有孩子，我还是一直很希望可以。生育，说当他讲要把我的子宫拿出来的时候，我就对，就是没有希望了嘛，所以当时就是有一点伤心啦，对呀。然后他就讲他这边没有做手术的，后来是我的sister-in-law，他介绍我了 Dr. Chong。OK。其实那时呢，他的子宫颈癌已经跑到子宫颈的外面，阴道的一部分了。OK。所以已经是第2期了。OK。而且呢，他这样累呢，是因为他流了很多血，所以他贫血。所以当时是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手术还是治疗？我把他的整个子宫、输卵管、卵巢都切掉，淋巴也切掉，阴道的一部分也切掉。很幸运的，我们把这个瘤完整的切出来，所以到今天他还是这样漂亮，这样健康。对，所以就不需要再做其他额外的治疗，对吗？做了电疗60天，每天都要去医院报到。动了手术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难受的地方吗？当天我醒了过后，其实整个人就不能入眠，可能就是 medical menopause，一直睡不着，因为Dr. Chong给我开安眠药，我都不能睡。哎，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如果把卵巢拿掉，就立刻是更年期，但更年期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或者症状。多数是热潮难睡，但是呢，吃安眠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不能，是因为他心理上他很忧郁，所以他很不开心，所以影响他的情绪。OK，现在是完全康复了，对吗？对，算是完全康复了，因为我都有定期回去做复诊。对，那当然中医师也在哈。有没有什么也想要问一下中医的？动完手术过后，在中医方面可以帮我们康复、调理一下，术后调理。术后一般中医讲就伤了气血，所以通过就是补气血啊、疏肝理气啊等等，就使你的身体恢复到正常状态。是。所以一路这样子走来，有没有什么人特别想感谢？感谢我的领导，如果不是那天他坚持要带我去检查的话，如果我再拖下去，我也不懂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身边有这些天使在帮助我。然后在开刀过程虽然是蛮辛苦，但是身边都很多人来给我的关爱，真的。老公也是一直陪伴着你。对，我老公辞掉工作来陪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吧。对。其实我觉得你很勇敢，这样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很了解这个子宫颈癌，让我们知道它的严重性，然后只要有一点点不舒服，该去早点去治。对，谢谢你。好，谢谢Shirley跟我们分享，谢谢，谢谢。请问钟医生啊，要预防这个子宫颈癌，到底有哪些方法呢？我们先说第1集了。第1集就是打预防 HPV 的子宫颈癌针疫苗啦，疫苗对不对？对。什么时候之前开始接种是最好的一个年纪？在行房之前是最好，所以说9岁到26岁越早越好。很多年前呢，通常打的疫苗呢是保护2个 HPV， 但是现在我们打的疫苗是保护9个的 HPV。
所以如果你以前打过，超过1年过后，你可以考虑要不要打，加多那个7个 HPV 的保护。哦，所以我之前打过疫苗了，我现在还可以再去打。对，没错。那是不是每年都要打呢？哦，那就不用，这个是永久的。哦，而且呢，现在新加坡呢，也推上打这个针嘛。13岁的女学生，对，在学校可以免费打这个针，是打哪一支？保护2个的。OK。那男生需不需要打？男生打疫苗比女生打更重要所以很多人就很稀奇，男生没有子宫颈预防什么呢？因为男生跟女生是从性交所传来传去，所以保护女生，男生也应该打这个疫苗。然后呢，新加坡打疫苗的男生少过了2%。啊，不瞒大家讲，我就是那传说中的2%。掌声鼓励一下的时候，我要打，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有听到这个讯息，所以我觉得男生要保护另一半。是，男生打这个疫苗可以保护肛门癌、睾丸癌、阳具癌跟口腔癌，也是有保护。88%的那个肛门癌是从 HPV 所造成的。所以男生打的那个疫苗是一样的。一样的。是打3针，对不对？没错，打3针，6个月打完，打了第1针，第2针是第1针的1个月到2个月后，对，第3针是第1针的6个月后。OK。那医生，第2级的预防到底是什么？第2级的预防包括要做子宫膜片检查，就是我们英文说 Pap smear，所以用个刷子从子宫颈哪些细胞呢去化验，看有没有细胞已经有转变了。然后另外一个 HPV 膜片检查，看你有没有这个病毒，增加癌症的发现率。这个要多久做一次最好？ HPV 膜片每5年做一次，Pap smear 膜片每1年做一次。很多人有这个不了解，以为他只是说 HPV 膜片做5年一次就足够。但是这个不安全。我有一个病人，去年他2个都做。对。如果是单只是做 HPV 膜片，他5年后才做。但是他另外一个 Pap smear 膜片呢，他发现他有 CIN3，就是在变癌症之前那阶段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我把她子宫颈切除，今天她已经怀孕了。所以呢，如果她没有做 Pap smear，只是做 HPV， 有可能多几年后她变癌症。所以2个都应该做。好，那当然中医方面也是有一个食疗方，我们去品尝一下。好，那仲医师今天带的这个食疗方是什么？土茯苓解毒祛湿茶。OK， 用的材料哪一些呢？材料就是土茯苓，这个土茯苓它是解毒祛湿。OK， 生地黄，生地黄它是滋阴凉血，对那个子宫有调节。蒲公英它有清热解毒、散结的作用。赤小豆和中国薏米这2个都是利湿解毒的。对。那我们为了让味道好一点，加大枣。也可以和中保胃气。每个要漂洗一下，就放在那个煮茶的壶里面，对，煮20分钟、30分钟就可以喝了。OK， 多久喝一次是 OK？ 如果我们有湿热、湿毒在身体内的，1个礼拜可以喝1到2次。如果作为保健，可能就是每周喝1次了。我以为会苦哦。对啊。但我觉得应该是有加红枣，所以它有点就是用红枣来提它的味道，所以是 OK 的。对啊，它都是很自然的，蛮香的一个味道。对，蛮香的，一点都不苦。你们是怎样？确实很厉害，很舒服，很好喝。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整个制作的过程跟步骤的话呢，可以扫描我荧幕上方这个 QR 码就可以学习做这个食疗了啊。那子宫颈癌的患者，他们在化疗跟电疗期间还要做怎么样的调理？在化疗、电疗，特别是化疗，化疗会造成这个骨髓抑制，就是骨髓不能再良好的生产白血球、红血球和血小板。OK， 所以这是在中医呢用扶正的办法，就有生红血球的汤，我们叫生红汤；OK， 生白血球的汤叫生白汤，还有生血小板的汤。完了，就在这个大量的医学文件啊，就说在化疗期间恰当的使用中药，可以减它的副作用，增加的疗效，是这样。如果是只是感染了那个 HPV 病毒，但是还没有癌化，可以做什么样的调理？中医会用清热解毒、软甘散结的药物，可以抑制这个癌前病变。那医师有什么样的穴位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女生？有啊，我今天带来就是劳宫配涌泉。OK， 要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握拳，握拳，中指压的那个地方，
在第2掌骨和第3掌骨之间，就是这个位置，我轻轻的压一下哈，会酸吗？哇，很酸。这个劳宫是手厥心包经的一个穴位。那我们今天做的原理是把这个心火来导引到那个足少阴肾经涌泉，让这个水火相互平衡，来保护我们子宫的。是，所以还有多一个是在哪里？对，多一个穴我们叫涌泉穴。脚啊有一个这个像人字的一个点，我们就放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儿有一个凹穴，有一个凹，酸吗？对，就是这个位置。所以这2个穴位就是说，你平时我们在做之前，先做一个轻轻的按摩，对，就是顺时针旋转50下就好了。另一边手也做，这个位置也是。你压住旋转50下顺时针，完接下来就用这个劳宫的点打这个涌泉的点，就拍打，一直拍到热为主。像拍子啊。对。拍到什么手心和脚心微微发热，好。这个很好，就是平时在看电视啊，都可以拍，完了交替做。用手机的时候就这样。对我妈也这样。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些长辈在做这个动作是有原因的。好，那谢谢你们的示范哈。最后也想问一下钟医生有什么要补充吗？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是，所以我们男生女生都应该打 HPV 的预防针，而且呢，每个妇女都应该做子宫抹片跟 HPV 抹片的检查。是，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是有制定加速消除呢宫颈癌全球战略是希望呢各国透过呢不断的公共教育啊，还有提供呢疫苗接种等努力，我们加速呢消除子宫颈癌。没错，大家赶快安排疫苗接种，还有去做筛查吧。是的，然后最后要谢谢仲医师，谢谢你，谢谢，还有德兄、钟医生，谢谢，还有丽珍姐、郝医师，谢谢你们。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回见，拜拜。